今天带来的是马上学习啊，又开始讲我们俩持续学习进步的输出。今天主角就是这本书，叫做什么？帮我看一下。咖啡烘豆的科学。咖啡烘豆科学，哇！最近我们从爱喝咖啡开始去研究豆子，然后同时又以比较快的速度看完了这本书。原先想都没有想过会进入到烘豆的这个领域，我们今天就试着从烘豆这么小众的事情切入，看看能聊出一些什么。对，好，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就念一小段啊，这个是讲在烘豆里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作者他叫Scott Brown 啊，史考特拉奥是个咖啡烘豆大师。他在开篇呢就说啊，当一颗豆子经过烘焙以后，会有这些变化，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他说，首先颜色由绿色转化为黄色、棕黄色、褐色至黑色，尺寸增加近乎2倍，密度近乎减半，甜味先增后减，酸度逐渐增加，最重要的啊，能发展出高达800种芳香化合物，释放压力与水汽蒸发时发出响亮的爆声。你整体读完以后，有哪些点或者哪些内容让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我觉得第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似乎是一种回声，因为多年之前我曾经看过一本杂志，专门讲中国的咖啡馆和咖啡文化的，里面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方或者说是类比，它把咖啡跟茶去比较。那么咖啡跟茶最大的区别就是咖啡它好比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给运动员打分，它有很精准的每一个维度上面你达到哪个技术层次你就应该得多少分，它是可量化的一个科学体系来去评判咖啡的好坏。但是茶它就是什么标准也没有，讲究很多的这种立意啊、意境啊。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里面有大量的图表，然后这个作者他也是一直在告诉你，你是要去观察这个炉温的变化。总之要用一些工具来辅助你实现烘一炉完美的豆子，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像工程师一样，是吧？讲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书呢。其实它就是从一颗咖啡豆它有哪些物质组成，它里面的酸味、甜味啊，它的苦味啊来自于哪儿，它在烘豆过程中如何发展，它当然它都用曲线的方式啊来进行介绍。后面有大概1/3呢都讲了不同的设备和这些设备的操作和注意事项等等，那块我看的比较快。反正主要是前面和最后杯测那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你刚才讲到这个呢，我想呼应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去拜访的文心，也就是豆源这个咖啡的创办人，我就问过他一样的问题。我说咖啡是拿着这样的一些果实去冲泡出来，那跟茶叶有什么区别？还有什么类似的？他跟我提了2样东西，你知道吗？一个就是茶叶，他说茶叶也是这个植物直接冲泡出来的，但是茶叶呢，它是叶子，它是叶子，所以叶子它是泡来泡去的，就是茶叶味，虽然是各种味道，但它就是茶叶味。而咖啡呢是种子，所以它里面的芳香和物质呢是非常多的，而且密度很高，就很浓郁。跟它比较接近的有2样东西，一个是葡萄，它也是果实，它可以酿制为葡萄酒。那葡萄酒呢需要这个比较大的酒窖，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有一些变化。另一种是巧克力，但是巧克力呢也是需要有工厂来制造，它的制造过程比较复杂，它不是纯巧克力，还要油脂怎么再混起来才可以。就是论纯粹和个人可以操控来说呢，就是咖啡，对，它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是的，我想看这本书，正好前几周我们一起去那个咖啡豆源的时候，你去做了一次自己烘豆子的这样一个体验嘛，对吗？然后在烘豆过程当中，这个他们另外一位创办人叫那个阿姨，她有跟你讲很多这个技术，什么第1爆啊、第2爆啊，还有就是讲到了说，我忘了这个具体数字，他说这个咖啡的这个豆子里面有多少种的芳香物质，好像几百种。然后到了一定的温度之后，它的这些风味就会结合。那这书里面它就是讲到了说有一个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高温的情况下，油脂跟蛋白质啊，就是它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有一种更芳香的这个味道出来。是，那个完全让我听傻了。所以那天我觉得我很庆幸，我又开始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在自己不了解的地方尝试迈出一步。喝咖啡很多年，10多年，工作以后就开始。但是呢，一直不觉得自己是懂咖啡的人，
也一直不觉得我有机会可以走到烘豆，我觉得那个好像就走深了，你知道吗？就好比说拍照，你去研究胶片的化学反应的组成是什么样的，我感觉离我太远。但是经由他们这个过程，你发现其实不难接触，而且就有点像文心他自己说，后面前10几年只是在做咖啡，后10几年打开另一扇门，进入到咖啡园，开始烘豆，就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我有一样的感受。通过这个过程，你就会了解到，哇，我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第一，就像你讲的，它完全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指标是可以比较好的数量化这个一颗咖啡豆。像它每个物质的组成，烘完以后损失多少水，它又能够对它的风味的影响是什么，都是有一些数据来支撑的。好，你刚讲的呢是一种这个它的反应，其实有2个反应。它在第一次发生爆炸的时候，就是咖啡出汗，它里面的气压要出来，它完成的是美拉德反应，就跟我们烤肉那个反应是一样的。对，是这个呢是一些自由基的氨基酸和这个糖原的原子进行结合。你看这个小小的事情啊，他说书上说是800多种芳香物质，但是豆源的另外一位这个爱意他告诉我说有上千种，甚至于几千种，不可计数，因为他觉得其实多到能够测量的大概是在1000计这样，他就发生了一个奇妙的事情。这是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其实还有一种反应呢叫糖化反应，它是一个热分解，热分解呢它主要是变黑碳化，它呢会有一点焦糖味，但是呢也有点苦味会产生的。对，如果是我们用市面上我们喝到的咖啡来做对比的话，我们喝到的所谓的意式浓缩，它就是所谓的深烘，可能有的时候要进行2爆。对，它是要到2爆以后就会产生糖化反应，主要是焦炭化，因为它这书里面是叫 carbonization。这个过程主要会带来大量的苦味，但是很多风味都会流失了，所以后面也讲意式做得好非常难，很少，你能品味的东西并不多的，这些油脂啊什么。好，所以那天我再讲回来哈，就是他给到我的第一个就是科学化，但是更有意思的是第2点，他告诉我好多事情靠直觉，其实数量不来，因为数量你看也是间接测量。你看它咖啡水分的丧失并不是直接清了多少，因为有很多东西出来了，它是根据书里面提到叫 water activity 水的活性，就是水进出咖啡组织的这个能力来间接的衡量水分的含量。当这个水活性低于12%的时候，它这个测量是不准的，它只在一段里面这个数据是有效的。所以像爱意告诉我的就是好多事情靠直觉。他以前在陶瓷厂工作的，他是那些老师傅，他都不是靠测量靠数据，他能够感知一个陶瓷物品的好坏，他用舌头舔一舔，他就能知道它的致密程度，他就能知道它那个烧制过程的均一度等等，他都知道。这突然让我想到以前我们看的那个书，稻盛和夫讲他创办的第一家500强公司京瓷里面工作，达到那种手摸了都会被割破的那种精细。不对，他说好多东西这个都是靠直觉的。第一数量，第2直觉，完全相反。第3给我的感受就是火，就是一个浆果包的一个果实嘛，不包去了以后，经过火的烤制，发生了这么奇妙的事情啊！800种新创的物质在烘豆的过程中产生了，它还有各种香味。我以前以为它那种所谓的什么杏仁啊、巧克力啊、柠檬酸啊，只是大脑中感觉，这个味儿和那些物质的这个味道，大脑中的感觉点是一样。其实不是，其实是它当然没有柠檬在里面，没有杏仁在里面，但它那种芳香烃的物质和那些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它给到你，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神奇的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被打开了一扇窗。对，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看完这本书之后，发现它虽然是有各种精密的参数，然后有非常已经约定俗成的一种所谓的最佳实践方式，比如讲说它的那个怎样的豆子烘豆机，对吧？它既有非常科学的标准化的那一套，也需要大量的我们主观上的咖啡烘豆师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上面去判断。对的。最终又回到咖啡师来主观判断，因为他最终不还得靠杯测嘛，靠你的舌头来评价和打分，才来判断一个好坏。这一点上我可以展开来说，我想咖啡发展应该已经有上百年了，超过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发现到的，但是我没想到西方这么流行咖啡发展了这么多年，咖啡仍旧在快速发展这个产业。它的包装运输，大家对咖啡的理念，这个烘豆到底能不能被定量到什么程度？原来还像 baby 一样的在发展，没有到一个
已经无可发展的一个阶段了。那当然，这本书里面它不就提到嘛？其实你仔细看，它有一个术语叫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对，你会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演变过程。第二、第三、第四的演进是从一个小众的饮品怎么样被大规模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个市场营销之后，那么过度商业化之后，又有一小波人才所谓的第三波要去追求本心，然后变成小而美的这样一个手冲咖啡，甚至于你说我们看到很多手冲咖啡店现在已经发展到说要去和咖啡豆去采购生咖啡豆自己来烘。对，我其实以前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喜欢喝咖啡，还是说对咖啡有其他的一些好奇。但是看完这本书，刚刚听你讲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说，我是觉得咖啡业态的这个模式，或者说经营咖啡的人，似乎也有一种冥冥当中的相似。他走到一定的境界之后，他就要走出自己的个性，然后去深耕，他就是纵向的把他这个整个产业链的这个下游打通，然后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去做，然后去完成一套我觉得像仪式或者说是像一种道的一个境界在这个里面。对，我所着迷痴迷的就是我好奇为什么这些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经历，他们最后选择了咖啡，然后在到达一定的所谓的成功之后，他们会回归到一个更加小众的市场，从烘豆开始去做，并且扎根在那儿。对，因为如果说我们一味的是想要把咖啡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的话，它有很多的连锁店，然后包括花式咖啡可以做到。但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会选择说所谓的繁华之后，他要归于淳朴？对，我是不理解的。但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是，所以他也是就是说给我们打开了第二窗一扇窗，是因为我们原先是浮于表面嘛，我们顶多只知道第二波是什么意思，但都不知道前后还有不同的波的存在。但他这里讲的波是就像运动一样的，一个有组织有目标的一个商业发展过程，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他指的第一波应该就是指咖啡从庄园出来，那我的粉把它磨成以后大规模的在商场销售，那可能都几十上百年前的事情了，大家都能够随意买到咖啡豆回家去冲煮。那是第一波，完成了人人可以拿到咖啡而已。所以第二波就是商业大规模发展，我相信大家都是指以伊利为品牌，以星巴克为代表，那你在商业的店里面随处可以喝到咖啡，大家又感觉不够了，所以才有第三波小众说你必须要喝到好的咖啡，浅焙的，酸味是明亮丰富的，然后芳香物质是很多的，苦味不那么多，那它就只有从这个咖啡园开始到自己烘豆发展出那个味道以后再呈现给你，就某种程度上看它是精品了，但它的做法就是一种反全球化，是反这个分工，反这个大规模协作的。对，这个就是这个第三波，所以它给我带来的一个感受，我完全能够开始去理解为什么那些做咖啡的人他们也是近乎于道。像茶有茶道嘛，日本人称之为叫茶道，我也理解咖啡为什么是道，因为它从咖啡园当它被种出来的时候，它本身就是生命的果实，它是可以传承下一代。所以像我们那个朋友他说他这个要让生命延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突然发现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指他自己，让生命延续有可能不一定是让他自己的生命延续，是让咖啡做像生命一样的能够得到一代一代的延续，它可能是指的包含咖啡的一种更大的精神，我猜可能会是这样的。那你说这个生命在这儿，这个不是道吗？这就是道啊！所以他们小小的做一个自己的咖啡的店，去传播它的文化，一定就是在实践道。就看完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被星巴克这种连锁品牌最初的咖啡启蒙教育，我觉得是带偏了。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星巴克给我们打开的一扇门，就是喝咖啡你要喝加糖的，什么摩卡啦、花式咖啡，对。然后我曾经是去买过它的这种现煮咖啡，那个 Blue 是吧？本周那个最便宜的，还有买过它的 Espresso，哇，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入口啊！就不说这个，就说你第一次你能清晰记得你刚开始喝星巴克的感受，就不说花式的哈，就纯咖啡，你的是愉快的还是这个不愉快？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印象很深，我对星巴克是有好感的，是在于说，我工作过的每一家公司，他们所在的写字楼1楼大堂必然有个星巴克。其实每天早上从跨进这个写字楼的那一瞬间，你就被咖啡香萦绕。
这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其实那个咖啡香是吸引着人去探索咖啡的一个，对我来说是最初的一个启蒙回忆。那么说口味上来说的话，我是被星巴克的这个所谓的每年圣诞季节的那个榛果拿铁，我也回想起来它这种甜腻，其实跟咖啡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是一种带着咖啡味的饮料吧。但是我们可能就被这种连锁的这个咖啡给吸引了，包括说这个拿一杯星巴克所后面背后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包括我们以前那个刚刚开始工作的06、07年的时候，大家都以这个上班时候手上拎一杯拿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为荣，感觉是好像跨越了某种阶级，到达了某种层次一样，它变成一个形象化的一个标记。但是真正你对咖啡了解是多少？其实是远离咖啡的。对，就这2点啊。首先，他做的各种花式咖啡，我不否认，我觉得他有他好喝的。我如果去星巴克，我也点花式的，因为那个黑咖啡实在喝不下去。我对咖啡的记忆也是来自于星巴克，但你去星巴克哪怕到现在，我留下的感受都是非常难喝的。说实话，原先是不懂，哇，怎么那么苦？但你懂了以后，你喝了很多精品咖啡以后，就会感到它那个苦是过于苦涩，然后又带着那种刺激的这个辛辣感。所以你是不会喝的。那它的花式咖啡也可以说让你感到愉悦嘛，作为饮品是没错，但它是远离咖啡的。第二点你讲的就是那种感受，我也有类似的。你知道，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大家喜欢把它称为第三空间，就在里面谈天就这个非常人模人样，这种感受留在星巴克。那我说OK， 我摆开这个感受，我们不是买了一个胶囊咖啡机吗？好，然后再买一个星巴克的杯子，我就可以摆脱星巴克，因为我有了它的杯子，拥有它这个感受。我发现还是不行。你可能想要思考一下，或者见人的时候还得坐在星巴克店里，所以它确实有它魅力的，只不过这2个魅力都是远离咖啡本身的。而且它是体制化的，它给大家创造的都是同一种感受，说你坐在里面你就会变得更加高端，然后你就能够享受一种美好的生活。它离咖啡本身还是比较远，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自从我们开始接触了这种手冲咖啡，所谓的这种单品咖啡然后我觉得对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原来咖啡不是单纯只有苦味。对，你在手冲咖啡里面能喝到所谓的花香，有酸味，这个是非常让人惊奇的。特别是最近我还在豆源喝到了它的这个冰酿咖啡，你可以想象，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豆子在需要100多个小时用融化的冰水，然后慢慢的去溶解，穿过这个300克就堆了这么高的一个咖啡粉，然后一滴再经过这个很大的一个玻璃的这样一个旋转的这个管道再滴下去，要整个制作过程是100多个小时。那么咖啡液体最后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微微发酵。我那天喝的那个冰酿，你完全就突破了对咖啡的认知，我会感受到是它的一种这个发酵的一种感受。当时我就是脱口而出，我说这喝起来已经不像咖啡了，它有一些像酒的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想很有意思就是在豆源喝冰酿咖啡的时候给我们的是一个高脚杯，是一个喝酒用的高脚杯，所以就非常神奇。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一切好像这种小的精品咖啡店，它都是精心的去设置过，然后背后是主理人他对这个自己咖啡的一个追求，还有就是他真正的通过这些设置去表达对这个咖啡的一个尊重和热爱吧。对的，我也有这个感受。就他们是回归咖啡本身的，他想要带给你的就是你去体会一下咖啡里面这么神奇，经过10几分钟的炒制就诞生出的几百上千种的芬芳。而且原先呢，我们所有的知识是停留在一个转盘里面他告诉你说酸味分成哪几种什么浅的、中的、深的，苦味你如果浅的那是什么样，深的是巧克力、杏仁，这个甜味又是什么样的，也是被体制化的。虽然是精品咖啡，但它被固定住。那它呢，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给你打开一扇窗，说真的就有几百上千种物质，所以你不是在幻想，你也无需经由因为那个转盘装不下这么多东西的。它会这个大数是多到一个你只能靠直觉，因为科学都还没有确定所有的芳香的化合成分，所以你只有靠自己的感觉来说，好，我建议了一个咖啡的记忆库，这个香味跟我什么吃过的什么东西是有相似的，而那个东西又带着他自己的故事和时间线。经由此我就觉得说那做咖啡就不单单是道，而且呢做咖啡就是本着一种非常非常对生命的一种敬畏来奉献给其他人。那我们喝的时候，我在喝的时候也就在努力的回忆，哇，这是什么味道，它跟我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有关系。所以咖啡变简单了，但是咖啡底下的这个纷繁的一个宇宙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对，所以其实我突然间又想到，就是我们比较喜欢去的是那种自己烘豆子的这些咖啡店嘛。其实背后有一个底层逻辑，人家是用烘豆子的这个产业，它在养着这个咖啡店。也许咖啡店本身这个模式是不盈利的，对，很少吸引到别人嘛，因为他们也有提到，对吧？这个有很多人是不喝这种的，喝的人也都希望来，哎，能不能给我来一杯拿铁？对，他真的就完全无法表达。去那家是那个 The Hub， 那个时候我们就问店员嘛，他们说，时常他们做出来的手冲得到客户的评价就是这怎么是咖啡，怎么这么难喝，跟那个拿铁不好比的。就这种反馈，我觉得也挺让人沮丧。就是你等于说，在一个已经受过这个星巴克之类教育的这样一个咖啡受众面前，你等于是重塑他对咖啡的认知，确实是很难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是非常深的。所以可能以后我会更多的去光顾那些带自己烘豆子的这样的一个烘焙咖啡店，我们可能应该去支持他们。对，所以我通过这个呢，我也开始就是对自然对这种简单但是又非常自然的东西产生了好大的兴趣。你包括说像葡萄酒也是一样的，葡萄能够酿出各种风味，我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迷恋它们。我相信什么雪茄啊、茶叶啊，就有很多人都非常入迷，原来是这样的。就我觉得人嘛，你不用觉得是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你只有西装、苹果电脑或者这个 TikTok 才能够把你包装成这个包装你的那些精神满足。其实回归到最简单最自然的里面，你往下去钻得很深，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世界在那里的。这个好美妙，我觉得。我跟你正好是有点类似相反的这个感触。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做一个努力去支持这种独立咖啡店的这样一个消费者，因为咖啡烘豆背后是很深奥的科学，还有经验，几十年的经验在这里面，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他能够花短时间去掌握的一门技艺。那对我来说，可能表达对这些咖啡店还有咖啡烘焙师的这个敬意的方法，就是去光顾他们，去支持他们。是，我其实跟你类似了，因为我讲的深入就是指进入这些小的门类，我讲的享用呢就是指去体会这些豆的美妙了。我也不打算去研究这个红豆，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嗅觉记忆是蛮差的，还比较糟糕。但是能够今天多去品味，有缘再往下看就可以了，就足够了。我想你看完这本书，应该会有更多的兴趣去探索你自己的味觉体验吧。就像文心在他书里面所说的，就是他会鼓励客人每次就记住你喝这个咖啡给你带来怎样的一个联想。可能这个记住也就是一个训练自己的这个味觉也好，或者说是联想能力也好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也是喝咖啡的这样一个消费者，我们也是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在慢慢的变得更有品鉴的这个能力和了解自己的喜好跟偏好。然后接下来是输出，去和咖啡师之间有一个关于咖啡的对谈。是的，这又变成我们一些新的兴趣爱好了。这可能就是年纪大了以后才有可能发生的，你知道吗？因为年轻人他们的智力是很好，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做题，然后记东西都特别快，智力非常好。但科学家发现那个叫流体智力，就你处理新信息的能力很强，觉得世界都是我的我的这个能力很强。但是呢，像我们上了一点年纪另外一种智力很发达，总体智力还会更高，就是叫精壮智力。这个呢是你去组合你的各种经验，然后你更有这种耐心去品味。你像我们现在对艺术对这些生物的这个理解能力，就会比以前年纪轻的时候要强上很多。这是岁月的礼物嘛？我觉得就看这个书的体验。你觉得是岁月礼物？对我来说是一种岁月给你的一种勇气，你去探索一个新事物，或者说你已经形成定见的一个老事物。你要带着这个好奇心嘛。可能人活得越老，好奇心是一个很珍贵的财富吧。是的。包括你去突破自己对于星巴克的消费习惯，我们开始去尝试这样一个单品咖啡，本身也是一种我觉得好奇心的体现。是的。那如果喜欢看这本书的人呢，我想可以说一下他这本书是用正体或者说是繁体所写的。它的内容我刚刚也说了，如果你要去了解烘咖啡的那些设备，然后基本上怎么样去烘咖啡豆，咖啡豆在温度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豆芯和外表怎么样变化，整个物质怎么变化，有个入门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但至于能不能读出我们的这些体会，可能我们那个是私人的所以也就作为一种体验展示给大家呗。
对，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好的地方，我认为它的翻译质量是挺高的，挺高的，还有很多图表。一个是很多图表，还有就是你看它里面有一些专业术语，它是中英，就是中文翻好之后，括号里面来个英文。其实那个英文，我觉得我的词汇量还没有企及到这个。我如果看原版的话，我肯定看不懂。而且它能翻译成那个非常还有词汇表。对，它最后加了一个专业术语表。对，这个就特别好。我觉得那个地方拍下来，你对你什么感兴趣，再去展开去聊就好了。我觉得挺好的。它跟我们接触的这些有意思的咖啡师的理念挺吻合的，看来是一路。对，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就想到那个以前有本古书嘛，宋朝的那个宋应星。他是说本书与这个功名利禄毫无关系。其实我们今天才读的这本书，也是跟成功没有任何关系，也是和如何挣钱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话，去看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书，然后去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一个你不知道的这个领域，可能是我们这个马上学习的这个开这个系列的初衷吧。发现这些小众有意思的，或者是冷知识。对 ，OK， 好，很好啊。拜拜。好，拜拜。